想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，无自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心甘闯，望明月，心不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烟一笔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大人说的这位故人，应该就是正是荀卿。师祖闭关，潜心研读先贤典籍，不知何时才能出关。各位请先回吧。哦，不见了。请转达荀卿，就说是他的弟子李斯，感念当年授业解惑之恩，特来看望老师。师祖回话说他不记得有一个叫做李斯的弟子。师祖说他只有一个弟子，名叫韩非，已经不在人世。哟，这位荀卿好大胆子，连相国大人的面子都不给，真是。有劳了，多谢。李大人，请见谅。我们这位师叔他……看来老师的脾气还是一点都没有变。他最近身体可好？荀师叔平日一直沉浸书典之中，足不出户。就算是我和师弟，也好久没有见他一面了。哦。我知荀卿素来喜爱园艺，看着园中林木雅致，似是每日精心修剪。荀师叔年事已高，近年来这些园艺之事已交给学生们打理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我回来啦！快说，怎么样了？哎，这事儿要说来可就话长了。要想说明白，
还得要从李斯去儒家说起。李斯这家伙还带上了一个狠角色哦，叫什么公孙玲珑。是他，公孙玲珑。葛先生，你知道他？相传，公孙家族擅长卞和之术，未逢对手。卞和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小女子玲珑，久闻齐鲁之地多名士，学识渊博，能言善辩。桑海儒家更是天下翘楚，故此不远千里，特来讨教卞和之术，还望不吝赐教。在座都是饱学之士，在小圣贤庄里探讨学问，很合时宜。所谓卞和，是在诸子百家中那些读书人之间盛行的一种较量学识的方式。当双方意见相左，谁也无法说服谁时，就会在大家面前通过出题辩论的方式来一较高下。赢的人自然众人敬仰佩服，输的那个便会名誉扫地，无脸见人。看来李斯这次存心是要儒家好看。儒家答应了。儒家应该也有精通卞和之术的厉害人物。后来怎么样了？快说啊！要说起来还真是精彩呀！现在想来都觉得心还在砰砰的跳呢。快说！双方第一场辩和是以鸟为题。请问兄台，可知道鸟吗？知道。那可知道这空中飞鸟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呢？飞鸟的快乐，难道先生知道？当然。那究竟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呢？当然是快乐的。先生只怕是在说笑了。先生不是飞鸟，又怎么会知道飞鸟的快乐呢？哦，不是鸟便无法知道鸟的快乐吗？那是自然。先生不是鸟，却说知道鸟的快乐，岂不是荒谬之言？真的荒谬？当然。那兄台不是我，却断言说我不知道鸟的快乐，这不是荒谬又是什么？这公孙玲珑果然能言善辩。子木，你退下。下一个，不知哪位兄台愿前来赐教呢？这家伙果然有些道行。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出自《庄子·秋水》。此人不但博闻强记，而且变通自如，果然厉害。儒家输了第一阵，不知接下来会如何应对。请问胜与败是不是相反的？是。生与死是不是相反的？是。就像日出与日落也是相反的。不错。那么太阳日出后何时开始日落？应该是在黄昏之时吧。这位兄台真是好可爱呀！可惜结论大错特错。太阳在黄昏时分西斜，这是世人皆知的道理啊。太阳从东方升起的那一刻，就开始不停地朝西方靠近。
所以，太阳从日出的时候就开始日落，不是吗？那么，人的生与死的变化是否也是如此呢？未知生，焉知死？世间生灵都逃不开一个死字，每多活一刻，就是在向死亡靠近一分。这话你可认同？认同。所以，当人类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开始死亡了，对不对？那又怎样？你刚才也同意，日出之后太阳就开始日落，出生之后人类就开始走向死亡。那么这场与我的辩论，从你带着想要获胜的希望开始，就注定将以失败收场，是否同意？这。儒家号称雄才文章，怎么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？诡辩的天才，名家的公孙玲珑果然名不虚传。当时我看到儒家被那公孙杀得一败涂地、丢盔卸甲，心里正暗自爽快。小侄，儒家是我们为了反秦大业所要争取的盟友，你怎么可以幸灾乐祸？不过，儒家平时一向自以为天下第一，倒是难得看到他们这么狼狈。后来怎样了？要说这后来，可是越来越精彩了。那公孙玲珑一口气连胜6阵，嚣张的不行。原来一向好为人师的儒家，也不过是这种程度而已嘛。莫说是和李大人的法家相提并论，就算是和我们公孙名家相比，也还不如得很。在下不才，愿向公孙先生讨教一二。先生，请出题。公孙家的白马不好。此白马乃是我公孙家世代相传的传家之宝踏雪，我们便以此为题，如何？好，就以马为题。错了，是以白马为题。先生说以此马为题，在下也同意以马为题，何错之有？本次辩和是以白马为题，并非以马为题。难道对于公孙先生而言，白马与马这两者之间有区别？难道对于兄台而言，白马与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？果然来了，白马之说，公孙家最强的辩术。世人皆知，白马也好，黑马也好，原本都是马。错了错了，简直是大错而特错！白马怎么会是马呢？竟然说
话来？公孙家的人莫非疯了不成？简直是在自取其辱。这是明家公孙的杀手绝招，不知多少人败在此招之下。子聪已经中计了。白马非马，公孙先生何出此言？这世上马的颜色繁多，白、黑、褐、红、黄、灰，各色皆有。关于这一点，兄台知道吗？当然知道。如果你的坐骑是一匹白马，别人借去骑了一天，第二天还给你一匹黑马，告诉你说都一样，反正都是马，你能同意吗？这个，不能同意。反过来看，如果有人说马等于白马，或者马等于黑马，那岂不是说白马等于黑马？所以马不等于白马，这话对吗？这就是了。既然说马不等于白马，那我说这匹白马不是马，难道有什么错误吗？子房锦囊中的第2张图，应该就是此事。他早就知道，公孙玲珑到桑海就是冲着儒家来的。哎呀，我被他搞得满脑子全是马，完全搞糊涂了。虽然明知道这是不合常理的诡辩，但是却还真的不知道如何辩驳他。对呀，听他每一句话似乎都对，但是他的结论却让人无法接受。怎么到最后白马就不是马了呢？全都是马，其他我搞不清楚。我只知道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以后离这个公孙玲珑远一点，遇到他二话不说，先动手开打。反正只要被他开口，那就算完了。先生错了。哦，先生的道理貌似有理，实则荒谬。所谓白马非马之说，虽然听上去无懈可击，但是世间许多不变的事实，并不会因为一场辩论的胜负而改变。即使名家言之做作地说白马非马，但是马并不因为这场辩论就在这个世上消失了。这样的天地大道，才是儒家修言的目标。对呀，子聪说得好。先生笑什么？我笑儒家言必称天地君亲师，尊古上贤，可是竟然连自己的祖宗都忘记了。什么？敢问先生何出此言？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，曾经赞同我们名家的白马非马之说，他也是儒家的人，你们应该都很熟悉。是谁？就是你们儒家的祖师爷孔老夫子呀！什么？胡说！太胡言！说什么呢？怎么会呢？我家孔先师什么时候赞同过名家的白马之说？身为读书人，却不知道自家典故。哎，也罢，今日我就再来教你们一遭。不好，这又是公孙家族的陷阱。当年楚王外出打猎，丢失一把宝弓，他的随从要去找。楚王说：“楚人失之，楚人得之，何必去找？”有没有这件事？有。那你们的孔老夫子听到后是怎么说的？祖师爷不愧为一代宗师，他得知此事之后，认为要放宽眼界，人与人都是平等的，不必分什么楚人或是其他国家的人。因此，他告诉楚王，只需说人失之，人得之就可以了，何必要说楚人？这不就是证据吗？怎么说？对手的剑已经架到脖子上了，这儒家弟子还不知觉。公孙玲珑这一招的确可怕。如果楚人和人是一样的，孔老夫子又何必去纠正楚王呢？
显然，他是认为楚人与人是不同的两个意思，所以才会纠正楚王的话，对不对？既然孔老夫子认为楚人非人，那么与我的白马非马，不正是不谋而合吗？兄台还不认输吗？精彩，果然精彩！名家的辩术绝学，当真令人大开眼界。记起我和你的相逢，随时。